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亲爱的你热度低迷，李沁戏份少，剧情有点飘，还有是积压剧。当李沁身穿素雅的服装，静静地站在老式洋房的窗前，阳光透过窗棂勾勒出她沉静温柔的侧影。亲爱的你似乎也宣告着一场关于记忆与救赎的叙事旅程正式启程。她饰演的10点点是一个患有间歇性失忆症的女孩，记忆像掌心流沙般滑落。与此同时，张一山一人分饰两角，既是自闭、寡言、只在针线中表达情感的裁缝徐天，也是性格张扬、用镜头记录生活的摄影师周彤。一个多重人格的设定，一段横跨时空的双向救赎故事，在这部剧集中悄然展开。以腾讯视频与爱奇艺双平台同步上线，开播及连放7集的阵仗来看，平台对《亲爱的你》的播出无疑寄予厚望。数据层面上，《亲爱的你》首周热度峰值可观，腾讯站内热度一度攀升至18000以上，爱奇艺也维持在4000上下。然而，与这组数据形成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显得略微寂静的舆论氛围。相比于开播前李沁与张一山这对首次搭档带来的话题热度，剧集实际播出后在大众间掀起的水花并不如预期般汹涌。不少观众开篇便冲着李沁的演技而来，期待在失忆少女这一设定中看到她以往作品所展现的细腻与感性表达。然而前几集播出后，李沁的戏份并未如大家所期待那般压轴亮相，反倒在叙事重心上稍显边缘化，角色的存在感未能立住，使一部分观众产生了错位感。既然主打双向救赎，为何他的部分却如此稀薄？这点在开篇阶段便削弱了观众的代入感，也稀释了对后续剧情深入探索的欲望。不过，不得不说的是，张一山在一人分饰两角的挑战中，确实交出了一份尚可的答卷。无论是自闭裁缝徐天眼中自带的躲避与隐忍，还是摄影师周彤身上的阳光与洒脱，两种气质的对立与转换，他都掌控得相对到位，为角色本身增添了层次感。只是当观众的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女主的情绪走线与角色双线交织之上时，剧集前期重男轻女的节奏安排就显得尤为突兀。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关乎剧集故事设定本身。失忆少女与双重人格男主，在一个存在平行时空与记忆交错的叙事框架下互相靠近、相互救赎，这个设定在概念层面足够吸引眼球。与传统偶像剧不同，它试图打破固有结构，加入悬疑线索、心理描摹与哲思命题，以此提升剧集的精神密度。然而，在具体剧情推进中，不少观众却感受到了一种悬浮的不适感。所谓悬浮，一方面源于人物动机的缺乏逻辑支撑，比如女主10点点在某些关键时刻的行为转变过于突兀，缺少足够铺垫与心理递进；另一方面，剧中某些情节之间缺乏过渡与关联，使观众在观看时难以构建起稳定的情感连接。观剧过程仿佛置身一场模糊梦境，虽有画面美感，却始终难以真正投入。这种若即若离的疏离感，极大削弱了观众的沉浸体验。更令人玩味的是，《亲爱的你》其实早在2021年便已杀青，时隔4年终于上线。这段长达4年的积压期，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令作品显得被遗忘，带来一种新鲜回归的好奇心理；另一方面，剧集本身所承载的时代审美与表达方式，是否还适用于2025年的观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4年之间，观众的审美喜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节奏明快、信息密度高的短剧，到强设定、
强共鸣的现实主义题材，《亲爱的你》的中慢节奏、柔性叙述以及偏重氛围营造的风格，难免显得过时。服装、妆造、置景乃至台词设计中，都带有一种2021年的时代气质。如果说观众在2021年对这种调性的接受度较高，那么如今的巨抛脸时代，它便更容易被当作旧瓶装新酒。当然，这并不代表《亲爱的你》毫无可取之处。李沁亲自演唱的主题曲如初便收获了广泛好评，特别是带有戏腔的版本更显婉转动人，成为音乐平台的一个小热门。而她在剧中的多套旗袍造型，也以其古典韵致与现代利落的结合，被网友盛赞为行走的画报。这些亮点虽非剧情核心，但仍为作品增色不少，是目前剧集中最被观众津津乐道的部分。平台方面也在积极营销，从签名照抽奖活动到定制化追剧日历的推出，都显示出运营团队希望通过互动方式提升剧集讨论度的努力。但就目前反馈来看，这些外围营销仍未能撬动剧集本体的深层热度。观众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故事，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包装。回望这部剧的整体呈现，《亲爱的你》有它值得期待的部分，也存在明显短板。它的演员阵容有亮点，设定亦不失巧思，但在剧本的节奏安排、人物动机的塑造，以及与当下观众的情感共振方面仍有不足。而这种不够扎实的根基，正是导致它热度低开的关键。从目前来看，《亲爱的你》的起航更像是一场遭遇不确定风向的航行，它没有彻底沉没，却也未能如预期那般扬帆远航。它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演员的表演，也不在于题材新旧，而在于它是否能真正落地，能否让观众在每一场相遇中感受到人物的情感重量，在每一次失忆与记忆重构中触摸到属于自己的共鸣频率。亲爱的你的未来能否逆风翻盘，不仅关乎它接下来剧情的走向是否更加清晰动人，也取决于它能否跨越那道由时间滞后与审美变化所构筑的无形壁垒。观众愿意等待，但他们需要回应，他们需要在剧中找到一丝真实的情感抚慰，而非漂浮在空中的设定与情节拼图。唯有故事更深的扎根，人物更真实的生长，亲爱的你才可能真正完成那场荧屏与人心之间不再错位的相遇。